道一份月薪3000多的工资有多少人在排队面试吗？说我不想去吗？从上高中开始，我就开始打寒暑假工，做过服务员，兼过职，发传单、镇场，一直到大学毕业出来，也找工作，刚出社会，每天都会去跑那种做日结兼职的，从早上到晚到10点多，有时候到12点多，地铁都停站了，有时候为了回去，转了几辆公交车回来，都不舍得打车。没有钱打车，那个是因为就是这样，每天能挣到100多块，我仍然觉得很开心。这让我今天解决了我今天的房租和吃饭的问题，我不用再向家里伸手了。你以为我没有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吗？你知道现在一份3000多的文员销售助理有多少人、多少大学生去面试吗？大家好，我是九哥。现在国内的就业环境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难啊！最近又开始大裁员了，我都很担心熊大失业。毕竟熊大现在也有30多岁了，他是做程序员，在35岁之后的程序员呢是很容易被裁员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提心吊胆的。像我们现在处这个又要结婚又要生小孩，现在全程是靠这个熊大支撑的，我们每天真的是一睁开眼睛就想着如何去多挣点钱，但是事实上现在钱真的很难挣啊。昨天这个京东这个都刷爆了这个头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他现在放出狠话，他说业绩差的不拼搏努力的人现在都不是我兄弟了。我记得他曾经是说过这样的话的，只要是在我门上干活的，那咱们都是兄弟，是一家人。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不认人了。现在这个大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又有一批人失业。再给你们强调一下，加班很多的啊，不接受加班的这边是不要的啊。有没有不接受的？现在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越来越变态了，跟大家吐槽一下现在一个招聘的现状。现在的是大专的不要，学历太低了嫌弃你；985、211出来的呢，又说你学历太高了，工资要得多。那么刚毕业的呢也不要，说你没什么经验；30岁以上的嘛说也不要，说你年纪太大了；20岁以上呢也不要，说你年纪太小了，经常换工作也不要，不稳定；本地人嘛说不要，说你没冲劲没动力；要求5000块钱底薪的呢也不要，他说太高了，5000块钱工资太高了。那么要求1万块钱的工资呢他也不要，因为他的能力呢他说匹配不上这1万块钱的工资。现在单身的也不要了，又担心你请这个婚假，也怕你请这个孕假呀。真的是太难了活着。现在男人的尽头其实就是保安，女人的尽头呢其实就是保洁还有月嫂。现在网上呢流行一个段子说得很好，说男的呢多去送外卖，女的呢多去当主播。女的直播完饿了以后呢就可以点外卖了，男的就送过来嘛然后接着呢又去看直播，就是形成闭环。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boss 上面呢是有很多这种要求的，好多人都是不要35岁以上的。为啥不要35岁的呢？以我个人经验，我觉得是35岁以上的呢，第一是工资太高了，第二呢就是他的脑子行动反应能力呢没有年轻人快，第三个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快速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去吸收新鲜的东西其实大部分的工作呢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做一些比较基础工作嘛。那我作为老板，或者是你作为老板来的话，这个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做，效果会肯定好的，而且工资呢会更便宜。所以现在35岁以上的呢真的是很难找工作。现在一旦是家里有矿的35岁以上的都想去创业了。这年头你去找一份5000块钱底薪的工作真的是实在太难了，导致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出来送外卖。现在大学生送外卖，研究生也出来送外卖了，网传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出来送外卖现在真的是太离谱了，不仅要跟这个大叔大爷内卷，还要跟这种大学生研究生来抢单抢饭吃网上有位研究生他说送外卖比他那个互联网大厂
工作要轻松多了，就是觉得没有那么心累，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啊、拉帮结派什么的。他说他之前就是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然后被裁掉了。他是93年的耶，他说那个大厂还嫌弃他年纪大，93年现在多少岁？才31岁呀。那么他现在也是出来送外卖了，现在送外卖的订单是3块钱到4块钱一单，你一天跑个30-50单，也就是才100多块钱，还是蛮辛苦的。那现在这个情况经济不好呢，很多人也是没有这个订单了，这已经达到饱和了，太多人来抢单了，这个单也是很难去抢。照现在的社会发展下去，预计未来2年内打工潮就会到头，网传到2025年将无工可打。现在很多都一些自动化工程机器干活，原来需要100号人的工厂干活的，现在一个车间只需要2个管理者就够了，过不了2-3年，可能就会1半人以上都得从城市回到乡下。去年的返乡潮就比往年提前了4个月，之前还有在上海漂泊的年轻人在帐篷里面住了好几个月呢。这个事呢，在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一线城市的房租跌得厉害，都上热搜了。全国有40个重点城市，有30个房租都在是下降的，房子空着没人租。上海那边的房子呢，也有一些是降价的，降到1500才能租出去啊。人都走了，房租自然就会下跌嘛。有人说那些干低端的流水线的小伙子啊、小姑娘啊，他们走是很正常的，是吧？在咱们国家，2023年的中国有超过了1万家的芯片公司消失了，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1家在倒闭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市场不景气，全球的半导体市场缩水了9.4%，那些研发的企业啊都是受到影响的。电子厂里面打工的机会就少了，搞芯片研发的也是担心这个裁员，不光是普通工人担心饭碗，连老师这个行业都不行了。在过去老一辈的眼中啊，老师这个岗位呢可是个铁饭碗来的。但是呢，现在的时代变了，学生1年比1年少，教师这个岗位呢也是头一回出现了这个危机的啊。据数据所说啊，现在的中小学老师的岗位呢要砍掉40%，可能有100万的老师得找别的工作。以前考教师编的十分的火爆，从2011年17万涨到了2021年的1144万啊，涨了足足66倍。我们再看2020年到22年的这个新生儿总共才956万，就算你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那还得多出几十万个老师呢。所以说啊，很多老师呢现在都是另谋高就了，别说是个铁饭碗了，电子厂打工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这打工潮啊，很快就可能要到头了。那咱普通人以后该怎么办呢？说不定在2025年之后呢，可能将迎来新的一波创业潮。